很久很久以前，在遥远的森林，栖息着一群狼。狼群中有一对配偶，其他成员是他们的子女与一些收养的未成年狼。他们是肉食动物，靠着群体合作的方式捕食为生。在没有人类的地方，他们最大的威胁只有老虎与熊。森林的另一边是人类生活的村庄，这里的人大多以畜牧、农作物栽种、采摘果实草药、打猎、砍柴、手工艺、织品等等，与往来城镇与村庄间经商的人贩售或换取日常所需物品为生。商人会将在村庄收购换取的物品带到城镇贩售。村庄收购换取来的物品属于较原始状态，人们需求不一，加上城镇中还有来自各地的商人，贩售着各式新奇的东西。来自森林村庄的商人就不是每次都能幸运地将手上的物品贩售完。由于商品会跟着他们东奔西走，在他们手上越久，就越失去价值，因此他们更喜欢特定委托的订单。一次，商人在送草药到药店时，见有人在打听熊掌这味珍贵药材。由于获取不易，捕猎时甚至有生命危险，他们知道完成这样的交易一次就能轻松好一阵子，便收了定金，接下了这个委托，回到村庄与猎人商议着捕猎熊的行动。这次捕猎行动风险高，因此商人们找来村庄所有的猎人一起行动。在人手充足，大家也做足了各种准备的条件下，他们成功地获取了他们的胜利。但这天起，森林有了不一样的氛围，利益熏心的他们并没有察觉，也不会在意。商人再次回到城镇，完成委托的订单交易，但由于参与的人数众多，大家平分酬劳后，他们顶多吃用方面可以较从前丰盛些，但并没有得到想象中轻松好一阵子的美妙生活。不过这次的成功让他们的声名远播，很快就又接到委托，是一位羡慕亲戚有一张价值连城的虎皮地毯的大户人家。听闻他们的事迹后，提出虎皮的委托，商人们乘胜追击，继续接单，期盼着这些高额的订单能让生活越来越好。城镇中有一位会教导孩童读书识字的老师，他是一位出了名的善良慈爱之人。有传闻，他甚至连夏天睡觉时被蚊子叮咬，任由蚊虫咬得他全身包、全身痒，都舍不得拍打这些生命。他的过分仁慈，有时连他的太太都会受不了。这位仁慈的老师在逛市集时，听说了商人们捕猎熊，甚至还要再捕猎老虎的事，让他很是气愤，因为杀戮和他的理念与价值观相违背。于是他在平时的教学中更用力地教导他的学生谦爱善良，希望学生们可以影响其他人，不再做出那些捕杀动物残忍的行为。但事与愿违，那位委托虎皮的大户人家仍是如愿获取了梦寐以求的虎皮毯。这位仁慈的老师想着，既然在城镇教育没有用，那何不直击森林村庄，教导当地居民呢？于是他带上他一大布袋沉重的书，牵着他的毛驴往森林的方向前去。森林这边，由于商人与猎人捕猎熊与虎的行为，让原本森林物种的平衡受到破坏。狼群因为少了熊与虎的威胁，逐渐大量集结，但它们需要生存，需要食物。森林中捕猎食物的不只有它们，还有人类。好几次的饥饿难耐之下，它们越过人类的地盘，开始侵扰牲口丰足的村庄。它们三番两次捕猎村民饲养的家禽家畜，村民开始群情激愤，只要狼群进入村庄，都会遭到村民群体的攻击与猎杀。前往森林的老师不知道森林如今已风云变色，路途中他因为见毛驴背着一大袋的书，好吃力的样子，不忍见毛驴辛苦的他，于是将那一大布袋从毛驴背上卸下，
由自己背着前行，但自己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使得体力有限的他这一路上常常需要停下来休息。有一回休息的时候，他见路边有一户人家，想向人家讨点水喝，才到门口就听到屋内妇人很是痛心的哭泣声。看妇人如此悲痛，好奇的他询问原因。妇人说，狼群趁我们农忙的时候叼走我们才没多大的孩子，最近他们频频出没村庄，想必是非常饥饿。我可怜的孩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他听闻后，虽然也同情这家人不幸的遭遇，但觉得狼也是生命，可能太饿了才会侵犯人类，说了，哎呀，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之后就匆匆地离开了这是非之地。又走了一段路，他和毛驴坐在路边休息，听到远处传来有一群人喧哗鼓噪的声音。正当好奇时，来了一只受伤的狼。刚刚才听说幼孩被狼叼走的事的他，害怕地站了起来，退后了几步，还没做出反应，狼竟然开口对他说，有一群人在追杀我和我的同伴，我好多同伴被杀了，请你救救我好吗？老师回，我听说你们叼走了人类的小孩，我想你们不是什么善类，我不能救你。狼说，我是好狼，从来没吃过人，拜托帮帮我，救救我啊！眼看远处那群杀红了眼的人就要朝这个方向前来了，情急之下，老师也顾不得思索，便把布袋中的书拿出来，让狼躲进他的布袋中，装作若无其事地看起书来。不一会儿，那群人真的来到老师跟前，没看到他们要找的狼，便询问是否见到狼经过。先生，我们是附近村庄的居民，正在捕捉猖狂扰民又会吃人的狼，你是否见到狼从这边经过？老师回，我坐在这儿休息一段时间了，没看到什么吃人的狼，你们再去别处找找吧。此时有人发现地上有狼脚印与血渍，认为狼就在附近，发觉书下的布袋有些可疑，想请老师打开布袋让他们瞧瞧。但老师反而生气地说，你们是在怀疑我吗？你们怎么能对一位老师如此无礼？还有，你们为什么要对狼赶尽杀绝呢？他们也是生命啊！一顿训斥后，又搬出他的四书五经、仁义道德、慈悲为怀的各种观念理论，教育起这群杀戮的人。这些村民受不了老师的喋喋不休，听得不耐烦，索性作罢，就不检查布袋了，叮咛老师多加小心，便离开此处了。村民离开后，老师将狼从布袋中放出，看着从布袋中出来的狼，坐得直挺挺地看着他，以为狼想跟自己道谢。老师也站好，等着狼道谢。此时狼开口说道，既然你都帮我了，我现在还有一个请求，你可以再帮帮我吗？老师说，你要我帮什么呢？狼说，我刚刚逃避追杀，耗费太多体力，现在好饿，你可以让我果腹吗？听到这里，老师拿出他的干粮给狼。狼笑道说，先生，我是食肉动物耶，我不吃这种干粮的。老师回，我身上也只带了这个，给你后我就没有食物了，我哪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果腹啊？狼说，我好像是太饿了，现在看着你，觉得你很是美味，你就让我吃了吧。此话一出，老师惊吓地说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耶，你怎么能吃我呢？如果你真的很饿，还是不如我的驴子让你吃吧。毛驴听了这样的对话，吓得拔腿就跑，这下尴尬了，只剩下老师与狼。狼大笑地说，你的毛驴比你聪明多了。老师心有不甘，搬出他的伦理道德，教育起狼来，说得口沫横飞，
狼仍不痛不痒，对他的话也丝毫没有反应。此时老师见四下无人，也没有人能救他了，委屈地说道：好歹我是个读过书有文化的人，刚才也救了你的命，不然我们沿路走去，问3位老者你能不能吃我，如果他们都同意，我就认命了。狼看在老师救过他的份上，虽然本性很想马上就吃了老师，但经过刚刚的相处，越发好奇这是什么样的人类，怎么和他平时遇到的不一样。再者，看老师软弱的样子，必定也逃不过他的五脏庙，便想跟着老师看看后续会发生什么事，竟就潇洒地答应了。而老师指定询问老者的用意，其实是因为觉得老生命有智慧，或许还能让他有一线生机。他不忘背上那一袋沉沉又宝贝的书，与狼一起上路了。路上，他们遇到一棵没什么生命力的老桃树，老师恭敬地对老桃树行礼，说了刚刚遇到狼后发生的事，便询问老桃树，狼是否能吃自己。已经被人类遗忘的老桃树，太久没有见到人类对他亲近。老师述说刚才发生的事时，他却分神回忆起从前。年轻时，当他开满了满树的桃花，人们会坐在他的身边欣赏他的美，和他谈心。看着人类因为他而展露幸福的模样，每每都让他感觉自己是非常有意义的存在。当下他沉醉在过去孩童在他树枝上嬉戏摘果实的开心满足模样，不经意脱口而出：吃吧吃吧，都拿去吃吧。狼听了后笑着对老师说：哈，他说我能吃你哦。老师紧张地回：不算不算，他不是血肉之躯，我们再找其他老者问问。走着走着，他们遇到了一只生病的老乳牛，老师一样恭敬地对老乳牛行礼，如刚刚一样和老乳牛说了遇到狼后发生的事。这只生病的老乳牛见到人类，想起了它与人类一起生活的画面。当它的乳房还有丰富的乳汁时，人类对它呵护有加，给它最好的粮草，照顾它的健康。它则用乳汁帮助了这家人的经济，使他们生活无虞。可是当它老了，不再有乳汁后，这家人就不再关心它，任由它日晒雨淋。原本还想把它卖给肉铺，但因为它太老又生病了，才躲过一劫。见它没有利用价值了，这一家人也将它遗弃了。老师与狼今天才能在路边遇到它。他对狼说：人类都不顾念我们这些家畜的恩情了，你又何必顾念人类一时的恩德呢？吃吧。狼听后大笑说：哈哈哈，你说的血肉之躯也同意让我吃你，你就认命吧。老师这下慌张得快哭了，说：不算不算，它是动物，我们找人类问问。此时已有2位老者同意让狼吃了老师。开始有点自满的狼觉得自己势在必得，大方地说：好啊，我们继续前进。他们一路前行，没注意到已接近村庄，终于遇到了人类，是一位老农夫。老师慌张之下也顾不得和老农夫行礼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老农夫说了遇到狼后的事。老农夫听了后说：你说你用这口布袋救了这只狼，但我看这布袋不大呀，它装得下那么大只的狼吗？这让我很难相信你们所说的话，不然你们再做一遍，让狼进去布袋我瞧瞧。为了证明确实发生了如他们所述的事，老师将书拿出，狼也配合着再次进入布袋。见狼进入布袋后，老农夫立即将布袋口绑紧，高高举起锄头，正要朝布袋打下去时，老师大喊道：哎呀，你是要打死他吗？你怎么能如此残忍？老农夫听后生气又无奈地说：先生，他都要吃你了，你还对他仁慈，
还是要我这就把它放出来，准许它吃了你呢？老师听了老农夫的话后，吓得不再阻止。狼被老农夫打得奄奄一息，在他把狼拎出后，狼用残弱的最后一口气说：难得遇到这么蠢的人，真不该一时仁慈给他机会，没能吃了他，我好恨啊！听到动静的村民沿着声音过来围观，人群中那位孩子被叼走的妇人认出了这只狼，说道：就是他，我记得叼走我孩子的狼就和他一样，耳朵有个缺口，而且是同一边，一定是他。老师听到后才大梦初醒，心中默想：想不到这只狼除了恩将仇报外，还欺骗了我，还好老农夫没放了他呀。狼与老师分别代表了不同价值体系的个体。有这么一句话说：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在生存艰难的时空背景下，狼错了吗？他或许有他需要照顾的家人，有他们基本的生理需求要满足。老师错了吗？善良谦爱有错吗？他有他美好的理想世界与抱负想去实践。他们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，但对彼此无知的仁慈，则让双方都深陷危机之中。善心的付出如何节制有度，恰到好处？大家的心中是否都有了答案呢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讨论。那么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喽。